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填土之道有道理啊，精神不是很好，因为我上礼拜清明节嘛，在那之前又去打了疫苗，所以这次疫苗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啊，好像重感冒了一样，而且好几天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没有去录这个节目了哦。那今天其实我本来还是想休息的，因为今天股票大跌啊，所以没什么好讲的。不是没什么好讲的，没什么好心情讲的。但是都已经略有的，那我就提一些比较跟关税有关的问题好了。嗯，刚好昨天有看到这个有关，因为这次川普的关税是全世界都打，所谓的开地图炮嘛，就是每一个国家它至少都是一个对等关税哦。对等关税就是说你科我多少东西，我那个这个去看财经专家那个说法，反正 anyway 就是说各行各业各个国家都被影响到了。因为它所谓的对等呢，就是只要你有进来我这里，你东西有进来我这里，我东西有出去你那边，双方的税要一样，而且这还只是基本的而已。那基本的税之后，如果你这个某个东西又呃特别的敏感、特别的关键或什么的，它可能税则还会再往上提哦。也就是说，对等关税那个，我记得好像10%，那个是一个基本的数字吧，然后还要再往上加就对了。除了少数国家是零关税，巴西之外，其他好像都没有。那我们国家，我们政府当然有一些做法哦，这是我不提，我不是财经博主，我是想提一个东西，就是昨天我看一个新闻哦，他是在报道有关于日本清酒 sake 哦，sake 要卖到这个美国，然后它上面写关税，我忘记25%还是27%哦，我忘记了，反正25、27没有差很多啦。因为想当初台湾在开早几年4、5年以前，呃可能5、6年以前，当时日本酒要进到台湾的关税是40，好。当然，我也之前也一再的跟各位提说，关税只是在海关那一个阶段而已。那不同产品有不同，还有其他不同的税则哦。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像台湾的那个进口汽车的关税，我们除了关税多少我是不知道哦，但是还有加一个货物税，这个所谓的货物税是专门给这个汽车这个最主要是汽车的这样子的产品，所以这个货物税甚至比关税还要高。那这样一叠加上去的时候，为什么台湾的进口是很贵呢？货物税占了非常大的一个比重哦，货物税、关税。那这货物税呢，就好像酒类进到台湾来的话，有所谓的关税之外，还有酒税。所以这个酒税跟那个货物税都是属于某些特定产品才有的哦。你汽车当然不可能科酒税啊，一样的意思。那除了这个以酒来讲，除了酒税之外，还有当然最后还会有所谓的消费税嘛。那这消费税的话，就是我们所谓5%的那个东西哦。其实各个国家都一样哦，不是各个国家了，台湾的每个产品都是一样，都会有那种所谓的消费税，就开发票的嘛。所以酒税、关税、酒税，关税、货物税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一个贸易壁垒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哦。我这边只是举两个例子，别的产品、别的货物可能有不同的关税跟什么税，这我不晓得，我没有去查。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谈的重点。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假定日本酒进到美国变成是25的关税好了，25的关税，我讲的是关税哦，他进去之后一定还会遇到所谓的酒税，酒税是一定
每个国家都会征收的，因为酒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产品，跟烟啊，所谓的烟酒税哈，然后一定还会有一个所谓的消费税。那至于他们，因为美国是51个州嘛，每个州它除了它还有州政府的税啊，那州政府的税，所以这个我讲一个题外话的东西，就是说，所以有些你不管是企业投资，大到企业投资，小到小到这个移民，或者是某个职业选手要去参加哪一个，要选哪一个球队，要去签约什么的，他还要考虑到所谓的这个国家有没有什么他的税，不是这个州的税，相对于其他州来讲，是不是比较贵，还是比较便宜？因为你要看的是你最后能够拿回多少，而并不是你看那个约的总值多少。你的约的总值如果被去掉了一大堆税的话，你实际上拿到的东西是很少的。所以，有关于这种税，各类的税呢，其实是会计师要帮你去算的，而不是说你单单的只看这个总值而已。而且该怎么去避税啊？我们不讲逃税，我讲避税哈。那他们都有一些做法，这个部分也不是我要谈的了哈。只是我讲说，像清酒这样进到日本呢，别的不要讲，我们姑且不论说它进到美国市场之后，哪一个州，哪一个它搞不好不一样的州的酒税可能也有可能不一样，这我们都不谈。但是它现在已经突然多了25%的关税，我是不晓得，抱歉我没有去查哦，但是我看到昨天的新闻，它有包含他访问那个清酒的业者，访问在秋田县的一个清酒业者，然后再访问到在美国纽约的一个sushi 就是那个寿司的餐厅，他们分别提到说有关于这25%的这个关税的问题，所以我姑且就论它有可能原来是0，现在变25，零的几率其实不大了。比方讲，本来是10，现在变成35%，倒是有可能，因为他们讲的是多了25%的关税哦。那多25%的关税呢，其实就很要命了。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其实这个单元应该把它放在所谓的新闻评论里面，因为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所谓的这个关税来的不是时候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是对日本酒来讲，你可以把日本酒想象成现在，比如台湾现在有一笼的有香蕉哦，或者是这个虱目鱼活体的那种，就是冷冻的，要运到美国去卖啊。我讲假定，那这些东西它跟你说电脑啊，或者是什么一些相关电子产品，你可以晚1个月、2个月再运过去，其实没有差哦。当然，电子产品如果说你的时间拖久了，隔了1年、隔了2年再过去就没有意义了。但是1个月还没有差，所以这1个月就看政府和政府之间怎么去沟通嘛。所以他们我知道在中国就是有些船它是先压着，它先不要出去，因为出去的话就要到海上去了。到海上去的话，到时候如果一进港那个税还没有变的话，那就倒霉了。他们宁愿先观望，我宁愿付这个在港的那个费用哦，然后这个钱相对来讲关税是比较低很多的。可是问题是呢，像我刚刚讲的，如果台湾是有运香蕉、运虾子什么那些过去的话，不是比目那个虱目鱼哈，然后清酒要运过去的话，不是 whisky 哦，是蒸馏酒的，是酿造酒的清酒要运过去的话，就算你是压在这个仓库，还不要讲说到那个装货箱那货柜屋里面，你就算压在仓库的话，也是会有问题。什么问题？
这是我一直在讲，为什么清酒要喝新鲜，然后香蕉，什么水果，类似像水果一样啊，什么那些你要吃新鲜的东西，因为那个在摆放，不管你冷藏的效果再怎么好哦，它一样对于这些食物呢，对于这些食品类的东西呢，它的品质一定是往下跑，只是这幅度是跑的比较没有那么陡，还是很陡的问题而已。那这个你为了要保持住它这个不要抖得太厉害，那个斜线不要曲率啊那个下降不要太快的话，相对来讲你可能就要付更多的钱在所谓的保存方面啊、仓储方面、冷藏方面，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呃就是我们可以等，然后这个中间都不用花任何的成本，不对，这是要花成本的。而且清酒又跟如果葡萄酒也就真的也就算了啦，你放1个月、2个月也没差，除了白酒之外，哈，葡萄白酒啊，烈酒都更就没有差啦。可是问题是清酒就不一样，清酒本身就是一出厂出来就赶快喝了，而且它现在公布的时机比较尴尬，是因为以3月份来讲呢，日本酿酒的季节几乎都已经要结束了，也就是说该放在桶子里面该装瓶的可能就装瓶，因为按照原来的计划，他们就要这样去走嘛。那你说这个，既然知道川普在4月6号会发4月2号嘛，所谓的解放日他会公布这个，为什么不等一下呢？有些东西可以等，有些东西不能等。我相信有些酒造可能东西都放着还没有还没有装瓶，可是呢，那能够撑多久？你没办法撑太久啊。也许今年在日本的夏酒或者是秋蟹的酒会特别多，也不一定了。但是日本酒的内需市场能不能，或是它能不能短期打开？比如说台湾卖更多的酒，或者是到欧洲能卖更多，其实都很难讲，因为这些销量不可能一下就跑上去。所以我看那个日本酒的业界，那个酒造，他抽样的那个酒造呢，他就带记者进去看他们的那个酒啊、装瓶啊，各个项次怎么样的，然后占多少，他们美国市场他们很大的市场啊，然后他们觉得很忧心忡忡啊。那我就跟各位朋友讲，要是我是酒造的话，我的忧心忡忡的点在哪里？但里面他没有提到的部分，就是包含品质的下降的问题。就拖越久，品质下降会越快。然后他把那个镜头拉到在纽约的一个餐厅，寿司店，然后这个他说卖一杯酒呢，本来是定价好像是，哎，我忘记多少钱，60几美金吧，还多少钱？我记得好像60几美金呢。Anyway，我觉得很贵就对了啦，那还是25美金啊，反正我讲是一杯，不是一瓶哦。一杯不晓得是什么大吟酿还是银酿哦，我不晓得。一杯酒，因为就算是25美金一杯酒，750块台币，不对，我记得是60美金左右哦，差不多2000块钱台币一杯酒。所以你去吃寿司的话，通常这样的一杯呢，大概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大概150ml到180ml之间，180ml就是一盒了嘛，合作的盒。那在你去吃饭的话，吃寿司也许喝一盒是 OK 的啦，一杯是 OK 的啦。但是呢，一杯60美金的话也是很贵啊，差不多2000块钱台币啊，1900块台币嘛。然后这个他就播放访问这个寿司店的老板就说，如果按照这样弄的话，就算他们去吸收掉10%的成本，他觉得这个酒定价可能如果不吸收的话，一瓶酒定价可能变成差不多100美金的话，客人不会买单的因为喝一杯酒100美金，3000多块钱台币，那到底是什么酒啊？这个你喝完一瓶的话，是不是1万多块钱台币啊？当然，这是我们台湾的心态来讲，也许对于美国吃寿司
对他们来讲也是属于高档的料理啊，也许会不在乎，不晓得。所以有些人讲说，昨天全美国发生很多抗议，1200多起的抗议，而且人都很多。为什么？因为这个关税打下去的话，所有进到美国的这些产品，特别是原来比较低价的产品，它的因为关税的关系呢，关税没有分高价产品或低价产品哦，只要是它是那一种产品的话，它就会打这样的关税。那对于高端市场的人来讲，他可能觉得也没什么用啊。因为我昨天还刚看到一篇新闻，是乔丹他每个月可以领就是分红就有3亿台币还多少钱嘛？对啊，3亿台币，所以他的那张照片是他驾着一个黄色的 Lamborghini，然后抽雪茄，然后怎么样，就是好像在等红灯什么的。他说他最大的烦恼是不知道怎么去花这个钱，所以你说这些关税涨价对他们来讲有很大的影响吗？没有，没有。一个月3亿，你要怎么花钱呢？你自己想想看，我一个月一天1万块你都很难花了。你说赶快去买包包或什么东西，你买东西还难，你这边家里还要找地方去堆啊。如果没有地方去堆或者去整理的话，迟早变垃圾堆啦，就好像我这边的状况一样啊，书也很多啊，我也有时候觉得很烦恼。但是对一般家庭来讲，你今天他本来就不是，比如说他本来就不会吃那个寿司，所以他可能只是买一些简单的东西。他们有举例，比如说像台湾的罐头啊，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讲是简单的消费品的东西。但是你如果一旦涨价多少多少的话，那个比例跟他们涨价的比例跟他们收入的比例来讲，就以清酒来讲，就是通膨至少25%了啦。那这个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会不会是很大的生活影响？会啊，因为你的公司也不可能因为这样就多涨价给你啊，不会啊。然后你说进口商要吸收吗？也许吸收一些吧，但是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其实都是消费者要买单嘛。所以这个贸易战真的是弄得早上起来我看台股也是绿油油的，好险我在前一阵子就已经把一些股票都丢出去了。然后就是因为这样趁机去打了疫苗，所以上个礼拜休了1个礼拜。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就是本来我要想讲那些东西我都不想讲了，想说先等这一段时间，因为身体也不舒服，就先等这段时间过去。然后昨天看到这个有关于清酒的东西，就顺便稍微再提一下，就是说，关税跟酒也影响到了哈，甚至，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提过，就是加拿大跟美国当时也是在他们是比较早期的关税战的时候呢，有提到说，如果美国有提什么关税的话，他们我记得某一间大型的酒类连锁超市呢，他们就不打算再进 bourbon， 就是bourbon whisky， 就是Kentucky 是吧 ？Kentucky 跟 Tennessee 那一区用玉米酿造的 whisky， 然后因为它量很少，所以我没有特别，我应该是没有讲过了。那另外，像中国现在要对美国要提出这个报复的30%关税什么的，他报复了也是选的也是像大豆啊一些，就是我跟你采购什么进来那个大豆价格要往上升。可是我真的觉得中国玩得下去吗？因为中国现在经济这么的凋敝，真的很糟糕啊。那你这个他们本来就是很大的粮食进口国，那你进来之后，你不能本来就没办法自产自销，那你就进来这个又更贵，那钱要落到谁去付这个钱？一定是消费者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美国，不是欧盟嘛？欧盟里面的特别是法国，他提出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他们的白兰地
白兰地。为什么不提法国酒呢？因为法国酒呢，基本上美国可以找得到替代的。那法国那些 Burgundy 什么博斗的列级酒庄那个部分的话，它本来就走的是上层路线嘛，所以就像我刚刚提到了乔丹他不会 care 这一块部分嘛。那如果是比较低阶的 Table Wine， 或者是比 Table Wine 再是高一点等级的所谓的 House Wine 那种，或者是家里在吃的啦，那 House 我们把它广义成都是家里就在喝的，那个在美国就可以找到很多替代的产品啦，所以法国人讲的就是说，白兰地高档白兰地呢，出口到那边呢，我们可能就不出口了，或者怎么样子，有的没有的，就各自会讲拿一些属于我在自家国内有的东西呢，来作为抗衡。日本可以抵抗什么呢？日本进美国的东西，我不晓得哈，我不晓得。以台湾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赖清德的做法是正确的啦，用零关税来跟他们谈，因为其实我们手上也没太多本钱啊。你不要跟我讲台积电的事情啊，因为台积电的设厂，有些人搞不清楚什么美积电都乱讲。台积电在世界好几个国家都有设厂，包含在中国大陆都有设厂，所以那个到台积电设又不是又不是最基本，又不是最高端的那个厂，它只是把部分产能分过去而已嘛。那你不管追焦什么的，那个最先进的部分还是从台湾这边开始的。而且你如果真的了解美国人的民族性、工作状况的话，他和台积电的工作状况，那个完全是没办法相比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哦。那我反而是觉得借由这个阶段，像很多人在谈有关裕隆汽车那个问题呢，虽然说我现在短期我不可能换车啦，但是而且我比较喜欢欧洲车，我不喜欢美国车。但是他如果因为这样把车子的税率完全往下降的话，因为他不可能单纯独后美国的汽车嘛，倒是还不错哦。这个，等股票涨回来之后，搞不好还可以操作，可以看能不能去换不一样的车子。其实我现在这车子已经很好开了，而且现在真是最好开的时候，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吧。那我应该问一下餐厅老板哦，有关于这个目前我讲餐厅老板是指那种像比较高档的日本料理店，或者是西餐、法国菜、意大利等，他们会不会受到影响呢？因为会受到影响的部分，因为食材很多都是从日本或者从欧洲过来的嘛，除了美国牛之外，那美国牛之前就有进了，所以我不晓得吧，这个不太可能会降价了，但是基本上只要维持原价就还可以去吃，就是这样。今天没有讲到什么重点，因为其实没什么东西好讲，不应该讲没有什么心情好讲。那我简单我又提一下这个清酒的部分，因为我的总结就是清酒的部分呢。它的关键点在于说，就好像你手上有一桶的这个白虾或者是石目鱼啊，或者什么那些东西呢，放越久品质会往下降，甚至会坏掉，香蕉会坏掉那清酒的话会这样往下降，然后你早不讲晚不讲，如果你是在7月或8月份讲，我想日本酒商就不会那么担心了。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才刚开始要酿造而已啊，这时候他就可以分配他的那个区域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现在这时候讲，他们酒都已经不管有没有装瓶，都已经做好了，大部分人99%的酒都已经做好了，说本来要出去的，现在就压着。所以昨天电视去采访这个，我觉得还蛮正确的，因为4月份其实就是已经。日本酒造几乎它酿造已经全部都结束的时候，就是要出货的时间，然后遇到关税的问题，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真的会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虽然清酒在日本
我不要讲视为，但是它就是已经不相较于日本的 whisky 或者是烧酒来讲，没有那么的那个。可是因为这几年来，在日本酒造的这个协同组合，还有他们的国税厅的大家的帮忙之下呢，其实现在在欧洲跟美国呢，或美洲呢，甚至台湾、韩国、中国大陆等等，中国等等呢，其实对于这个呃清酒这个部分，其实都有更新的认识。不过中国大陆现在经济状况这么差，我是觉得，好啦，就是这样子。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也25分钟了。没有提到太多那个尝试，只是在复习一下有关关税的部分，就是解读有关于这个关税对于清酒的影响。我是觉得它对葡萄酒没有太大的影响哈，因为我刚刚讲了高端跟一般的啊，而且美国本身就是产葡萄酒很大很大的市场啊。你说新公梦会不会影响？新公梦我觉得也不太会有影响，因为新公梦也是比较属于高端的酒，然后这些买得起人就买了，买不起的人他本来就喝那个 Jack Daniel 那种，他就已经 OK 了，就比较基本款的田纳西 Whisky 嘛，的 Bourbon Whisky 嘛。好了，填土之道有道理，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拜拜。